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黑粉被判公开道歉，可信中名字打码，有错别字，毫无诚意。王一博又一个黑粉出面道歉了。根据法院的判决，这个黑粉需要在自己的涉案微博上连续15日向王一博公开赔礼道歉，且向王一博支付精神抚慰金2万元、律师费8000元，合计2万8000元。说实话，这并不是王一博黑粉第一次被判公开道歉，毕竟作为娱乐圈顶流，王一博在有着诸多粉丝的同时，自然免不了的会有黑粉的存在，无论这些黑粉是自然产生还是直黑，他们给王一博带来的伤害都是不可逆的。可很明显，这一次的这个黑粉，那是绝对没有诚意。首先，这个黑子将自己的真实姓名打码了，这就相当于落款时无公章。然而，人民法院公告，人人可以搜到。即便这个黑子打码了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大家依旧可以查到被告人名为于学娟，并且他在更改了自己社交平台的姓名之后，还加镇魂2字，防止自己的 ID 被搜到，可以说毫无诚意。其次，这个黑子还是个师范生 ，ID 还是在山东，可他的道歉信中却还有错别字。引我为戒一出，还真不知道他想写的是以我为戒还是引以为戒。就这文化水平，还能在山东考公考编吗？只不过他留下了这样的案底，体制内的工作还能政审通过吗？即便侥幸可以别人一举报他，恐怕就完了吧。最后，道歉属性极其简短，赔偿金额也没写。恐怕这道歉信来的也是不情不愿吧，但那又怎么样？他已经在互联网上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案底，拥有着经由法院判决的文书，这些都是他日后人生路上的绊脚石。只能说不要恶意造谣，侮辱他人，不要轻易断送自己的前程。如果一个人有了案底之后，等他出了社会，就会知道这影响究竟有多大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奉劝那些造谣者们要引以为戒呀。只不过王一博的这个黑粉的道歉信中，言语之间感觉不到任何诚意，恐怕也不是真心悔过。可那又怎么样？公开道歉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终结，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况且互联网都是有记忆的，造谣伤害别人就等同于伤害自己，迟早会遭到反噬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不如这个黑子想一想，自己作为师范生，还能否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吧？其实想想这些网络上面的黑子还真的挺奇妙的，如果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职业黑子，好歹还有钱拿，但那些真情实感的纯黑粉呢？为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明星，为了自己一时的好恶，四处出征，各种造谣抹黑污蔑，好像非要将这个艺人踩在脚底，自己才痛快。但结果如何？就例如王一博这个黑粉，此前社交平台还能看到他学习教资的内容，可他为了考教准备了那么多，如今这法院刊登出来有关他的判决文书，他还能继续进入教师队伍中吗？堂堂正正做个人吧，就这样的人品，如果做了老师，还真不知道能教出怎样的学生呢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